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5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梅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是个突发新闻，广州疫情急转直下，广东调集5600名医护人员增援这是一个比较紧急的情况。本来今天是我们的会员直播但是因为有这个突发的情况，所以我就把会员直播的大家的提问，我会放在我们的互动环节。我会在这个直播的一开始，我会把新闻先跟大家播报一下，所以我们就今天就开放，就是整个的向所有的网友开放，就不再进行这个会员的专享了。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也请各位会员网友支持理解谢谢。先讲新闻。那么我为什么今天要讲？因为明天我休息。如果这个新闻我今天不报的话，我恐怕明天会进一步发展下去，我们就跟不上了。所以我们还是新闻优先，所以我们就做这样的安排，好吗？我们来讲新闻。6月3号，广州交警发布通告，对荔湾区芳村片区实施交通管制。那么人员只进不出。6月4号上午，广州市对荔湾芳村片区实施升级的防控措施，同时广州和佛山两地进行联防联控，实施两地协同的交通管制也就是你这边不过来，我这边也不过去那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芳村片区基本上变成了你常见的这个疫情防控状态，就是整个街道空无一人那么到了6月5号，疫情急转直下，广州突然对南沙区采取了全面的封闭措施，区内停止所有的公共交通运营，并关闭了离开南沙的通道。实际上，现在广州和佛山已经进行了交通管制。所有的离开广州和佛山的人都需要这个核酸检测证明，还有这个叫这个健康码。那么现在他开始广州内部对南沙和荔湾的芳村区进行内部的交通管制其实就是内部的封闭那么停止关闭离开南沙的通道。那么广州南沙区的微信公众号6月5号下午发布第6号通告。珠海珠江街、嘉安花园、九街10栋执行封闭管理，严格居家，足不出户严格居家，足不出户。就是你不能够离开你们家门就是把你的门要封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珠江街林兴大道以东、工业路1巷以南、六冲以北区域和南沙街、越秀滨海新城20栋执行风控管理风控管理就不如这个封闭管理严格，但是只进不出，严格聚集那么除上述封闭和风控区域之外，严格执行健康管理，非必要不外出，实行住家单位2点一线闭环管理那么根据广州疫情防控措施确诊病例的住所确定为疫情，实行封闭管理，周边地区实行风控管理。那么它针对这个南沙，针对这个嘉安花园进行封闭管理，意味着什么？意味当这个小区出现了确诊病人，但是广州官方没有公布南沙发现了确诊病例现在网上呢有一个流传的消息，说是叫二奶传播的故事，讲有一个二奶买了一部新车，
到处兜风啊，说是5月20号、二十几号，他们全家和海珠区的朋友吃饭，后来这位朋友确诊阳性，就这样过了十几天啊，他们全家确诊阳性啊，期间全家的人足迹遍布天河、南沙、番禺，造成了疫情的扩散。现在这个消息官方没有公布啊，没有相关的澄清，所以没有官方版本。但是广州6月5号全面收紧防控措施，好，确定无疑啊。那么可以作证的是什么呢？可以作证的是广州市黄埔区的一个小区的物业通告，他说这个南沙发现了多名阳性感染者，而且感染者的行动轨迹非常的复杂，所以不那么简单，容易控制住啊。6月5号下午，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为了配合全员核酸检测，当天下午14日下午2点起，全区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站暂停运营，没有特殊情况，市民不要离开啊。那么这是区啊，南沙区啊，高快速路、高铁、码头全部离开南沙的通道关闭。那么公交车停运，地铁站只出不进啊，全区所有餐饮服务单位停止堂食，可以提供到店的自取外卖订餐服务，管控实施时间从6月5号12点开始。南沙港在南沙区啊，南沙港是广州港的主力港区啊。南沙港聚集了将近9000家国内外航运物流企业，所以它是个非常重要的进出口贸易港口。那么2000年南沙港完成的货物吞吐量有3亿4300万吨啊，集装箱吞吐量1722万标准箱。南沙区总共的常住人口是100万左右，下辖6镇3街。那么从5月21号开始，就是这一轮广州疫情持续超过2周时间，每天都有新的病例确诊病例增加，感染病例增加。截止6月4号，广州市一共报告了85起阳性病例，其中确诊73例，无症状12例。那么随着疫情的扩散，广州开始进行全市性的防控措施。为了减少市民因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引发的交叉感染，广州市已经开始暂停了4开4停的措施，也就是说，从6月6号开始全面停止公共交通服务这是一个。第二个，广州市南沙区、增城区、从化区、花都区5日发表通告，6月5日到6日对4个区域的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开展全员核酸检测，4个区全部进行全员检测。那么在此之前，广州其他7个区已经开始了全员核酸检测。那么其中黄埔区是6月4号开始，广州常住人口1700万，那么全市基本上这就全市的全员核酸检测，意味着海量的工作量那么广东省卫健委表示由于核酸检测范围进一步扩大，5日起广东省抽调各地的医护人员支援广州核酸检测那么据了解，来自珠海、中山、深圳、惠州、清远、韶关5600人医护人员增援广州南沙、增城、从化、花都。那么他的安排是这样：中山、珠海、深圳一共2200人支援南沙区，惠州及6家省属医院共1000人支援增城区，东莞1200人支援从化区，清远韶关共1200人支援花都区。那么6月5号，
中午11点，中山609人已经到达南沙区。下午6月5号下午，珠海第一批600人已经到达南沙。那么这是广州的情况，广州的情况有点危急啊？为什么？广州不是武汉，广州是中国的商贸重镇啊。那么广州现在的情况是，这个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荔湾区这边啊一大块已经封停。然后现在是南沙已经封停，封停什么意思？它就基本上停顿下来。大家知道很多地方他们是相互关联的，那么一封停，这个城市就开始，你可以看各个防控措施开始不断的实施的时候，那么广州就开始逐步的陷入封停。那么封停影响非常的大，大家不要忘记了，广州是商贸重镇，商贸所有的往来影响非常大。如果广州全面封停，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广州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广州现在是荔湾区的白鹤洞街、中南街两个高风险区域，还有就是龙津街、锦龙汇兴阁、东教街啊、冲口街，然后就是几个啊，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现在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大。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在本轮疫情当中官方一直强调，在本轮的疫情当中，基本上全部控制在荔湾区，荔湾区的这个芳村板块。但是从具体操作来看，从它具体操作的情况来看，疫情显然已经已经出现了全面的突破啊。那么现在是南沙已经沦陷啊，那么其他的区域肯定都有，否则你没办法解释它进行全市11个区都进行这个核酸检测啊。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下一步会不会进一步？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广州的官方这个卫生当局还是没有及时的把广州发生的情况通报出来啊。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啊。然后就是中山啊，中山在这个翠亨新区、黄埔镇、三角镇等范围开展大规模的核酸检测。第二，卡拉 OK、电影院、健身房、室内游泳馆、酒吧、洗浴中心等封闭场所，接待能力75%限流啊。那么餐厅提供打包堂食，按照接待能力75%限流。培训机构停止线下教学。第三，人员减少外出，不参加聚集性活动、娱乐场所、室内文化体育场馆、批发市场、农贸市场除外。学生、儿童托管机构一律停业，餐饮禁止堂食。第四，部分通道实施交通管制。这是这个中山、浙江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消息，根据广州市、深圳市、佛山市等地疫情，浙江采取人员控制措施。我们可以通过对方的防控措施来看当地的情况啊。他现在的情况是荔湾区啊，我刚才讲的那几个街道，然后是番禺区啊，番禺区是洛浦街啊，然后珠海区海珠区是瑞宝街。那么就这几个主要的区域啊，那么它还没有更新南沙啊。那么佛山是一个是南海区是桂城街道，然后是禅城区是石湾镇啊，石湾镇街道。那么要求这个几个地方的人暂缓来浙江啊，然后如果已经来了，要实行14+7健康管理措施，就是14天集中隔离加7天健康监测啊。那么对不是这个区域的人广州、佛山不是这个区域的人，
实行3+14的管控措施、管理措施。3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14天健康监测，期满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大概是这样。那么由于安徽、辽宁、广东发生多起本土聚集性的疫情，浙江将会在火车、飞机、公交车、地铁站采取这个疫情防控措施。从整体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疫情又在出现反复出现反复的原因还是那个老问题，就是虽然中国在不断的进行这个疫苗接种工作，而且疫苗接种工作的速度还是比较快，但是疫苗的品质不确定疫苗产生的防护性也不确定，这是中国出现这个疫情这个反复的原因那么大体上情况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大体这个我们一个突发的报道，主要是我们为什么要报道这个新闻的原因是，我们恐怕广州情况会出现突变所以我们先给大家把现在的情况先给大家播报一遍。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呢分2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会先把会员的提问和互动先报告完了以后呢，我再会报道我们现场的一个互动，好吗？好，会员提问，先明谢魏唐，谢谢 Charlie Johnson， 谢谢会员提问王老师什么时候能够开启一些新系列的会员视频，类似以前比如说做一个靠谱的父母系列、两性关系系列对于我这个中学生来说受益良多，所以还是希望老师有空可以做一些系列报道，分享一下自己的人生见解。可以的之前也有网友提出来过，我现在呢给我一点时间，我做一些准备我就会开始找个恰当的时间点开始做一些专题性的这个会员节目这个我会的观点补充一条我对64的感受，我对64的印象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高中时老师告诉我们64是西方国家的阴谋，是颜色革命的结果，说邓曾经下令解放军对学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有激进的学生往学生身上倒汽油殴打解放军导致多名解放军伤亡。大学时自己又看了一些国内关于64的纪录片，讲的是王丹、才林等学生领袖如何同西方国家勾结。若不出国，我对64的认知可能止步于此。后来出国，了解到刘晓波，了解到更多关于64的真相，方觉自己以前生活在一个谎言中。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心里有一种被嘲弄的感觉。原来历史书上不一定真的都是历史，还有各种编织的谎言提问：取消地税局和财政直达机制，对于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利好谁，利空谁？取消地税局当然对，那么全中国的税局只有国税局。那么地方政府是这样，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税局来控制它的财政收入那它有一些财政措施它可以自己调控那中央政府经常干的一件事情是，我请客，你会抄告诉全国人民说，我们开始减税降费，减费降税全是地方政府掏钱，实际上得好处是中央政府，因为中央政府宣布这个政策。那所以取消地税局对地方政府来说，基本上你就当它是没有了一个爬钱的耙子呗爬钱没有耙子，那你怎么爬钱？所以地方政府肯定是不利的。那么财政直达机制就是中央政府
越过了地方政府。我们所谓地方政府，通常讲的是省级政府或者直辖市的政府啊。那么省级单位啊，越过了这个地方政府，直接和他的下属机构进行把财政拨款拨到他那里去，那地方政府就没办法揩油。地方政府有的时候揩油也有它的道理，因为地方政府有更多的事权，事权就是承担的一件事情的责任，其实叫事权啊。那么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是中央政府的1倍啊，所以中央政府拿了45%，分了45%的财政收入，其实是不公平的，因为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比中央政府要多50%，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中央政府必须给地方政府转移支付。那么他现在转移支付用直达机制，直接把钱划给县市啊，那对地方政府来说是削减它的控制能力，对谁不利啊？对地方政府不利。提问：王先生在视频中说，中国任何一届总书记都不会是戈尔巴乔夫，可以具体讲什么原因吗？还有，苏共解体是戈尔巴乔夫的个人民主改革导致的，还是经济崩溃导致的？这是个好问题。为什么中国不会出戈尔巴乔夫啊？戈尔巴乔夫做了一系列的动作啊，那么其中包括真相，包括透明化，提高这个透明度啊，这些动作是苏联解体的其中一个原因啊。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做这些动作，包括党政分开，就是苏共和政府要分开等等，他把这些东西做完了以后，那么苏联解体就具备了条件。那么苏联解体还有其他的原因，其中核心的原因就是破产啊，经济崩溃经济崩溃加上戈尔巴乔夫做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大家知道，苏联是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也就意味着这个总书记，苏共总书记他拥有的权力至高无上，没有人可以挑战他，这就是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把这件事情给办了的原因。办得到的原因。那么为什么我讲中国任何一届总书记都不会是戈尔巴乔夫的原因是，其实你看一下，我们现在不讲习近平，习近平以前的任何一届总书记都没有这个戈尔巴乔夫或者是斯大林那么大的权利啊。中国的所有的总书记，他都被其他的党内的这个力量制衡。他的制衡还是比较大的啊，从毛泽东时代到后来的江泽民啊、胡耀邦啊、赵紫阳啊，到后来的胡锦涛啊等等，他都后面有他的制衡力量，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到像戈尔巴乔夫这个独断专行、大笔一签这事儿就办了，没有。所以我就说，中国任何一任总书记。都不会是戈尔巴乔夫。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习近平会不会是戈尔巴乔夫？我觉得习近平最多就是中国版的斯大林，不会是戈尔巴乔夫啊。记得老师说过要做一个中外历史时期的对比的主题，是不是我们会员节目每次开头讲几年，积少成多？我这个项目没有启动，因为没有时间啊。我原来以为我原来是计划每天一播，后来发现不行啊，还是如果每天一播的话，我们实际上北美这边的网友就没办法参加直播，所以如果我每天所以我没有办法只好恢复，因为太多人跟我提说还是希望直播2能够继续，所以我就还是继续我们的直播，一天2更，一天2更的话。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个节目的准备啊，我很想做这个题目。其实我有些朋友都跟我讨论过这个题目，我也有一些构想，但是没有时间。等我有时间吧，等我们把这题目按下不表，好吗？
提问之前，老师提到美国已经对土共有了深刻的认识。您说过曾经采访过习，我想问的是美国对习的认识是怎样？好像目前还没有看到什么说法。毕竟习的连任是大概率事件，他的作为将决定中国的走向。我真的不知道美国对习有什么认识。我采访过他啊，但是那都已经是20-30年前的事情了。美国，我相信美国应该有很多人在研究他吧？啊，我觉得对他的研究，其实习并不是特别复杂的一个人。就是说，你可以看他做的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们都能够看到背后的一些想法，不复杂，并不太复杂。比较复杂的是胡锦涛比较复杂。胡锦涛因为他实在是太少外露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做新闻的时候，胡锦涛是比较难琢磨，因为他可能根本就没啥东西给人琢磨，也许是这样。江复杂性也不太大，江的复杂，江还是比较外向啊，很多话他都会讲出来，而且江是很喜欢表现的人，所以他也不太复杂。其实这几个领导人其实都不复杂，不是很复杂，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一些言行可以看到他一些想法。我也不觉得美国人对习有那么陌生，我也不觉得。大比你现在看媒体上面有关于习的这些报道，大差不差吧？我觉得核心的问题倒不是对他个人，而是对中国的政策走向，对他的战略意图，对他的战略步骤要有认知，你才能做相应的反应。所以我觉得，现在习并不神秘，现在习并不神秘。提问：贸易代表除胡春华换回刘鹤，是否证明了习在党内斗争又赢了一次？之前刘鹤的儿子也不了儿子的事情也不了了之。他只是没有发生，他并不是换回来啊，因为本来是有传言说这个传言主要是《华尔街日报》传出来，《华尔街日报》说这个胡春华会替代刘鹤，然后我们都跟着一起报。因为我觉得可信度的原因是因为华尔街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那边，美国这边的关系比较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中国向美国这边通报，然后美国政府有人放风放出来，可能的情况是这样。因为通常来说，这种消息理论上应该是中国那边或者是港台媒体报道出来，我们这边才看到。可是这次新闻是从美国这边出来，我会觉得可能是美国政府那边放的风。如果美国政府放的风，那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因为他通报他我们换人了，那结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情，只是没有发生，不是说换了一遍又回来了的不是这样。至于刘鹤的儿子的事情不了了之，有两点。第一点，刘鹤20大退休这事儿是基本上大家都有共识这是第一个因为年龄已经到，而且你看刘鹤身体状况也不是特别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刘鹤儿子的事情，你看整个的报道，其实我在做那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也讲过，刘鹤他儿子的整个在这件事情当中的做的所有的事情没有违规，以中共的规则来看没有违规，所以他并没有对他产生影响。只是有一点，那个报道里面，《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里面说他不在岗位上，不在 CEO， 也没有握有股权的时候，仍然帮这家公司运作投资，那这种说法查无实据，所以也不能够成为
攻击他的工具，这一调查很容易就能说出来。提问王老师好，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也用您的一些观点判断我自己的事业方向。您前几期的观点说到美国的强劲复苏以及中国的时与势的丧失，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向中国以外的市场？现在有两个情况，大家要注意啊。第一个情况就是中国经济在现在以前表现还是不错的啊。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出口，出口非常的好，出口壮旺，再加上房地产啊，房地产很活跃。但是现在的情况是，随着疫情，西方国家的疫情和其他国家疫情逐渐的控制，中国在疫情这个方面反而变得脆弱起来，这是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情况可能会影响什么呢？会影响中国的出口。所以下半年的中国经济的情况反而没有那么乐观，这是一个方向，这是短期之内的一个形势判断。那么从长远来说，我觉得中国现在处于一个相对危险的状况。相对危险的状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房地产市场变成一个地上河，这个地上河一不小心你要冲下来，那死伤无数，它可能引发一个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是一个方向啊，一个问题，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危机啊。第二个危机是什么？第二个危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低增长的周期。低增长的周期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由原来的这增量时代进入了存量时代。基础建设投资了30-40年，那么基本上现在的基础设施，包括城市化的进程，已经基本上饱和了。饱和呢，也就大规模投资的需求就不再具有啊，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习近平的国有化啊，这种国有化的这种运动，那么国进民退，然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啊闹翻，然后产业链外移，这两个大的方向汇集在一起，中国经济就进入一个低增长的周期。那么一方面有危机，另外一方面增长有放缓，所以增长放缓，你可以看美国理论上应该现在当前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增长应该超过了中国，这第一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把资金，把你的资本或者把你的投资放到一个更高增长的区域去，是一个合理的选择。我没有给你提供任何的投资建议，我没有这样的执照，所以我不可以说这样的话，我只会告诉你一个背景 ，OK？那么对美国来说，反过来讲，对美国来说，美国我们现在理解两件事，第一个，美国疫情的控制应该可以在6月份基本上达标，然后7月份美国开始恢复正常，啊，这个基本上是可以判断、可以预期到的事情。然后美国经济强劲反弹，然后拜登政府后面还有跟着两个计划，一个是基建计划，一个是家庭计划。那么这两个计划，我预期应该会通过。虽然现在有报道说，共和党不配合啊，很强制抵制这两个计划，但是以现在的国会形势来看，最后拜登当然希望共和党支持他都愿意把这个计划缩减，来寻求共和党的支持。但是如果共和党我缩减他都不通过的话，那可能拜登政府就直接我就不理你了，按照前面的救援方案一起再走一遍呗。那可能的结果是这样的结果。那如果美国再加上经济强劲反弹，再加上政府的这一系列的财政政策，那我可以不难判断的一个情况就是美国会一个深 V 的反弹上去，
而且美国经济是有这样的特征的，就是经济下来它反弹都更高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美国的房价在涨啊，涨得非常的凶啊。所以我没有给你任何的投资建议，你可以参考一下，好吗？提问王老师好，每天看你的节目获益良多，想提问 CCP 有可能透过 TikTok 去损害西方国家的生产力，用浪费消费者的时间看无聊的短片，甚至进行大外宣洗脑吗？按你的观察，拜登出手干预吗？我们尽量不要提假设性的问题，因为假设性的问题实在是天马行空，我们没有依据啊，所以我最后答一次啊，TikTok 去用这个叫什么抖音啊，抖音 CCP 利用抖音去洗脑，去推进他的政治进程，他的价值观，意外吗？我真不意外，而且我相信他一定会这么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拜登会不会出手干预？我不知道啊，这个真不知道，大家不要让我去猜测这种事情。好吗？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个新闻事实，我们来推断后面的发展。但是你说让我去猜一下，习近平明天会不会出个什么样的幺蛾子，我猜不到啊。这个我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好吗？我可以通过他的一个行为分析背后的原因，也可以分析他未来的动作。但是你让我凭空去猜一样东西，那是不行的啊。提问，请老师开放 YouTube 和 Clubhouse 的同时，也播放到同时结束，不要提前关闭 YouTube。这个有网友提出来过。我现在的问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节目时长。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的YouTube 和 Clubhouse 的时间播到几点钟吗？2点，一直到2点。我为什么会停掉 YouTube 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没有停掉 YouTube 的话，那么 Clubhouse 我就不能给它太长时间。那现在 Clubhouse 的在房间里的网友呢，就很想能够就是不受限制的聊天。那实际上这 Clubhouse 到 YouTube 结束之后，我差不多我就要走，因为我通常那个时候会有人在等我。那我今天的情况就是我离开房间，啊，我继续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我就离开，我去办事，然后房间里的网友继续聊到2点钟才结束啊。所以呢，如果我不关闭的话，我可能后面我就没办法怎么操作了，所以我可能还会去关闭啊。关闭，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 Clubhouse 继续参与都没有问题。如果你需要这个邀请码，给管理员发邮件吧，好不好？啊，如果还有网友需要邀请码，给管理员发邮件，好吗？我们还有一些名额啊。提问王老师好，想请教你一个问题：过去做的一个草率决定，对现在的生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知道过去已经过去，懊恼也不能改变什么，但是还是经常因为这个事情感到痛苦。请问如何让我摆脱困扰？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情面对过去的错误？嗯，我还是那句话，人不能同时踏进2条不同的河流。你踏进这个河流，你可能会过一段时间会后悔，说可能那个河那条河可能更好一点，但是谁知道呢？可能那条会更糟糕，这是一个情况。所以，嗯，当然我们要检讨什么呢？检讨我们做一些决定的成果。我们通过反省，去看我们以前做的决定是不是比较明智、比较理智的决定，然后改善我们未来的决策。但是有一点你要明白，我们当时为什么做出那个决定，肯定是有原因的，不会无缘无故的啊。
我们每个人都受到自己的局限，我们也受到自己的这个引领。我们一方面在引领自己啊，我们有自己的 vision，我们有自己的取向，引领我们往前走。同时，我们受到局限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见识、我们已知的对情况的掌握等等，所以我们是有能力边界的啊。其实做一个错误的决定，并不是说做决定本身是错误的，理解吗？啊，做一个错误的决定，不一定是决定本身错误的，而是这件事情构成的各个因素是之前形成的。所以你做那个所谓的错误的决定，其实是在更早以前种下了很多的因，得到了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而已。所以并不需要，我并不觉得你需要懊恼，你只是做了一个决定，得到了你一个不想要的结果而已。啊，但是这个不想要的结果跟更早你之前种下的因是有关系，所以你懊恼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请问王老师你好，我也是这2年才真正了解六四，但对这后30年很迷茫。西方国家应该完完全全了解中共是怎么回事，后面怎么就一直低估了他们？怎么还让他们经济发展起来？最痛心的是30年后的香港命运，让人无法接受。你的问题是什么？我没有看到，你的问题是什么？提问王 Sir， 想听听你的观点。我生活在美国西岸，最近去纽约旅行，很有趣的是，发现纽约是一个非常自由开放的城市，但另一方面，越是自由开放，人与人的距离又相去甚远。举例，我在美西用 Airbnb 找房子住很简单，但在纽约就需要一番关于自己背景的陈述。我觉得人在这方面的矛盾非常有趣。想听听王 Sir 对人这种生物的观瞻。我的观我的观点是，纽约因为开放，因为距离少了，然后看到很多市面上人群的荒诞，所以对人的戒备心就高了。哈哈，我觉得这种人种生物具有趣。嗯，我理解啊，我理解。我在西岸也住过，我在湾区也住了一段时间啊。湾区呢，基本上大家都很热情啊，难得见到一个人，通常都很热情啊。那么，然后你到了一个大都市啊，你比如说我在伦敦啊，伦敦的服务员都很酷，不理你，哈哈，通常不理你啊。然后你第二次去的时候，哎，他一看哟，第二次来他会跟你搭1-2句话，但是也不大热情。但你第3次去的时候呢，都不一样，他就会很热情。他会觉得你会经常去，你可能会是个常客。在大都市里面，人来人往非常频繁。那么人来人往频繁的来往，那我们其实每个人，你的能够付出的表情，我们说表情吧，我不知道那个怎么去概括啊。你大概是100啊，那么人来人往，你总是要，你不能一下子就把这100给花光，那你会很累的。那你可能就会选择，经常来的人我才给他表情啊，不经常来一次性的过客就算了，不理他了。然后我就谨守这100个表情，大概会是这样。那么都市人的对待人的方式，你和这个像在西部我就算是我在湾区，我在东湾，那人少一点，那真的人不太多啊，很不太多，所以他的人相对热情很多。那可以抓着你在马路边上碰到一个人，你跟他打个招呼，他跟你聊半天，那为什么？就是没什么人，马路上你随时去马路上都是没人的，都一直都是没人的。但是你知道到纽约试一下，满大街都是人，你能抓到聊半天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那就像 Airbnb 一样，你到
我一个朋友就在湾区开 Airbnb 啊，他就专门开这个的啊。他当然他也不跟他们聊天，因为他英语不好，但是基本上大家还是喜欢聊天。就我在那儿，我在那儿住过一段时间啊，我在他那儿做过的这个我们的节目，就是因为他那儿比较安静，我跑那儿去做节目。然后他们那里的住客，那我路过那里，他把我抓着去在那聊上半个小时，经常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人口密度高，都市化程度高，人的接触时间很频繁，那么就不会那么热情。那么你也遇到各种这个奇葩怪人的可能性更高，所以他需要一些背景了解，这个很正常啊。那么到了湾区这些西岸的地区，人口比较少啊，往来也比较少，人比较热情，所以场景决定了什么？场景决定了一个人的表现啊，好吧？观点。看王老师的视频，感觉王老师对中国的未来还是有希望，但是我却对中国没有这么乐观。根据我几十年的观察和自己的体会，我觉得中国人的民主意识还和清朝差不多。中国人很难建立自己的民主制度，因为民主的前提是大部分人具有基础的价值观和是非观，而中国人并不具有这些条件。大部分人连基本的善恶是非都分不清，又怎么会可能去帮助民主的建立？我觉得中国会是一直这样疯狂下去。虽然很悲观，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希望。我不同意。台湾不是中国人吗？这不，他民主政治非常成熟。民主这件事情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呢？你没有蛋没有鸡，没有蛋就没有鸡，还是没有鸡就没有蛋呢？这件事情，民主它是一个，我们讲它是一个 vision 啊，就是说你要给他一些条件，他才有成长起来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这样的 vision，那这件事当然不会发生。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 vision，并为之奋斗，那总有一天会产生，会达到那。这条路是这样的，核心的关键不是说中国人有没有的问题啊，而是有没有人愿意为这个 vision 去努力去拼，是这个问题。然后慢慢的营造出一个氛围，最后推动这件事情的实现。任何一件事情，在一个国家，在一个人群当中实现，一定会有一些先行者帮助大家、引领大家去做这件事情，否则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呢？一定是这样，永远在某个没有发生的人群当中是不存在这件事情的，这个我一点都不意外。一定会有一些先驱者、先行者在做这些事情，引领这些事情，最终这件事情实现。所以你要说啊，它现在已经存在了，那有难度吗？那就没有难度了，是吗？世界上从无到有的事情永远是这样。笑话加观点：国内某社区 APP 官号64发微博，大声告诉我今天是，结果被封掉了啊。OK，这简直是非常可怕。中共已经是我讲中共已经是用疯人院的方式在管理这个国家了啊。提问：港版国安法已经在香港实施快1年，然而香港的经济情况，尤其是楼市和股市，至今却未见崩塌。请王老师给个展望嘛？变坏我自己相信会是大概率，但是何时变，怎么个变，向你讨教。让我掐指一算，我也掐不出来。这件事情永远是这样，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啊，华尔街每天会出多少个报告？每天会出100-200份报告，对经济的分析和预测。然后有人讲啊，经济明年就崩溃了，后年就有人讲，这后年怎么，然后有人有一套理论等等，突然经济崩了，中间有两套方案讲经济崩，这2个人就出名了。
之前他狗屁都不是，就是因为这2份报告，哎，正好崩了。你不知道他是正好碰上了，还是他的这套理论是 work 的，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预测，才会有可能中到一个。我不是做这个工作的，我是新闻工作者，我不是做经济展望、经济预测的人，好吗？我们可以做一些推导，但是我不做预测，好吗？提问，请问王先生怎么看待个人能力和平台的关系？在墙内有2种观点：一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二，离开平台什么都不是。好问题啊，就是这种情况呢，其实都对。就是说，你要知道，就算是在一个平台上，你没有能力，你不是金子，你也发不了光。你要是你在这个平台上，然后而且你是金子，你才能成为发光的那一个。所以发光呢，你说是因为是平台吗？当然是，你没有在平台上，你连机会都没有。但是仅仅是因为平台吗？也不是，平台是需要人去做的。大家不要以为你在平台上，你躺在那儿就，你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不能够片面的说啊，平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或者是个人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平台是怎么来的？平台不是每个人拼出来的，拼到最后集大成，它就变成了大平台。所以这件事情都重要，都重要。但是有些人，你比如说，你的能力在这平台上，平台是什么？平台是放大器，会把你的能力放大，因为它做1，它可以出来10的效果。但是如果你离开了这个平台，这个放大器没有了。但是如果是你是金子的话，你还能够做出成果来，但是就没有那个放大器的效果。那当然，有些人会看不起这个没有放大器效果的成果，那就没有办法。所以大家要客观去看待这些事情，对吗？啊，观点周围不是粉红就是战狼。我的同事很多也是名校高学历，茶余饭后一讲到香港的年轻人就是他们闹，一讲到台湾就是武统，一脸的不屑和高潮表情。不想跟他们解释争论。现在人们几乎没有什么精神上的高的追求，对问题和危机也有多加思考的倾向和欲望。最近辅导孩子功课，语文辅导书上都是抗美援朝所谓的英烈，很多内容上维基百科用心查查就能了解 CCP 有多少谎言。应了王老师的话，看看下一辈子被肆无忌惮的洗脑，需要着手考虑移民了。需要考虑移民啊。提问加观点，王老师经常提到中共的目标是让红旗插遍全球，但看看中共现在外交孤立，加上世界早看清了习近平的外宣阴谋，相比苏美冷战时期，苏联天差地别。当时苏联不但坐拥东欧集团，还有古巴、北韩、越南等深受共产主义侵蚀渗透，甚至美国、日本本土都有共产主义的星火。请问王老师，中共的自信是否源自于他自己养的几亿韭菜，还有世界对他市场的依赖？新西兰是个很好的例子，刚开始因为依赖中国市场，不敢完全抵触中共，是否还有其他的国家会因此退出对抗中共的联盟？就不要让我去猜吧。我们看到事情我可以判断，但是我不猜。我不知道会不会退出。新西兰退出了吗？新西兰不是回归了吗？其他国家会不会退出？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要问我这样的问题，行吗？提问：身在国内是否值得给刚上小学的孩子讲解中国不愿意提起的这些历史，比如共产党的来历、3年大饥荒、文革、89学运，让他们明白这个国家没有学校老师讲的那么美好，全当他们听进去了，心里又隐隐担心他们以后的生存造成的影响。明白太多好事情
就不愿意去做自己的感受。当然也正在考虑把孩子送出国，并在那里成长，并在那里长期生活。这样的话，未来充满了很多的未知，心里没底。我是80年代初出生的孩子，现在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希望王先生聊聊关于孩子的事情，谢谢。我不建议你这么做，为什么？如果你提供一个不同的版本，他怎么办？他在学校怎么办？然后你要告诉他，你这个不能跟学校老师讲，那他怎么办？那对孩子来说，他很煎熬的，对吗？所以我不建议你这么做，这第一个。第二个，孩子太小，你给他一个处于一个这样激烈的对抗的状态，他怎么处理呢？他不会处理，他会对他有影响。所以，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不要再去被洗脑。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建议你提供另外一个版本给他，让他纠结啊，这个很难搞，真的很难搞，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你给他提供另外一个版本的办法，我觉得更不好啊。提问老师能在遇到新闻的时候讲一期广电总局吗？记得讲过中宣部人人影视的时候提到过这个部门，但是没有太深入。中国几十亿的人能看什么，不能看什么，由一群老头老太太决定。想知道这群人是什么样，还有他们前身以及审核本身的过程，我现在就可以一句话讲完。这些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普通的人而已啊。有一些这老头老太太通常是退休的，他们原来单位的一些审片的人啊，就这些人，没有别的，没什么特别啊。他们的审核本身严格嘛，也不严格，有巨大的可能豁然性因素啊。这些衙门里面做事不严谨啊，不严谨，靠什么哈？靠领导把关啊，通常是靠领导把关。观点：今天大 S 汪小菲离婚上热搜。汪小菲在微博上骂台湾人是汉奸，说大陆内需一切繁荣。如果我是大 S，我也会离婚。汪小菲在微博上发情绪失控的言论很多次了，网友对汪小菲的粉红言论称赞，还批评大 S 不愿意带孩子回北京生活，不愿意接受内地教育。那么多港台艺人现在都定居大陆，凭什么他就不乐意住在北京？但我很理解大 S 为什么不愿意回去，别人想住哪儿是自由，凭什么要按照粉红的思维模式去生活？这就是你要挣人民币，你要面对的问题啊！你看看陈升，我不想挣人民币，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就是无欲无求啊！无欲则刚，无欲则刚讲的就这个啊。那你要去赚人民币，那你要端别人饭碗，那他对你说三道四，你也得忍着，是吧？啊。提问：中国自宋代以后，凡涉外战争，若有人提和，必会遭到他人群起而攻之，从此对外强硬便成为政治正确。请问，今后的战狼外交是否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中国为什么失去了汉唐时期能屈能伸、比较务实的精神？第一个，你又把一个你的观点作为一个前提，让我去证明你这观点延伸出来的结论。我不同意，我不答啊！你这样以后这样的问题我都不答，好吗？提问：请问王老师，当您和对方进行沟通或者是探讨时，如何保持冷静，不被对方的情绪、语言、语速打乱节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呢？这方面的训练能力也需要训练吗？当然要训练。沟通是一个最高的技巧我之前讲过，表达是需要训练的，表达是有技巧的，表达是一种能力。那么沟通是比表达更高层次的能力因为你要跟对方进行互动那一方面，我们讲
你在传递信息的时候，你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讲两个人沟通，60%是情绪，你打算把什么样的情绪传递给对方？你要用什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情绪？你能不能控制住你的情绪？对方的情绪过来到你这里，你接收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受他的情绪影响？你打算接收他影响你多少？这都是沟通过程当中有自省能力和没有自省能力的人他的区别啊。我们讲沟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善于沟通，良好沟通是人和人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的点啊。那么有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不那么介意，比如说有一种人是这样的，他对全世界都伺候的很周到啊，这个讲话很得体啊，相处的很到位啊，唯独他回到家里对他自己的亲人最烂，哎，这是最坏的一件事情。大家记住，你要用最好的态度对待你自己的家人。这里我就特别讲到这里，我就特别提醒大家记住，你可以对你的上司、对你的同事客客气气，讲话很到位，讲话让人很舒服。可是你用最坏的语言、最坏的词汇、最坏的态度对待你的先生、对待你的太太，这种人是最差的。你说啊，我不想在家里戴个面具，那说明什么？说明你就是个烂人。本来对人好，那不是面具，那是你的本性。如果你本性做不到，那你要改善你自己。对人好，表达得体，那就是应该你的真面目就应该是这样。你做不到，那你要好好的修炼一下啊。所以沟通这件事情需要训练，需要认知，需要有意识，就是你跟其他人沟通的时候啊，包括我本人也要训练啊。观点6·4事件让我认为还有很多哎，好吧。6·4事件让我认为学生运动100%概率失败也是非常值得的。失败的原因我认为有3：第一，低估了中共的决心；第二，学生的误判；第三，正因为以上2点，学生运动没有计划备用方案，也就是一旦失败，如何全身而退，或者提前部署武装行动的计划。之所以说值得，我的角度是，当你有理想，并且觉得有机会可以触摸到的时候，你肯定奋不顾身的追求，那是个造福全中国的理想。况且那个时候全是热血青年，当他们骑着自行车很自然而然、很自信地说出 "It's my duty" 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好的画面！也正是因为6·4事件，全世界认清了中共的集权和残暴。所以我一直在讲，我们上午的节目我就讲，我们首先要判定、讲清楚6·4事件是一件什么事情，是一件学生运动，那是一群学生。学生的特点是什么？学生的特点，第一，目的单纯，他是学生，他没有太多的利益瓜葛，所以他目的很单纯，这第一个。第二个，一腔热血一腔热血，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他愿意做这件事情，一腔热血，这第二个。第三个，毫无经验，读书读上来的，17、18岁，完全没有社会经验。共产党老奸巨猾，好吗？共产党老奸巨猾，心狠手辣，没有底线，你看看，然后手上握着武器，一帮学生，热血青年，没有防备，没有组织，没有经验做这个事情，你说失败吗？必然失败啊！为什么？因为你碰见你，关键这个失败不是因为学生啊，是因为你的对手是谁啊？这一帮坏蛋，你碰见他跟他讲道理，那你的失败。所以根本质上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我们不用讨论，不用帮学生去说反思学生，不用反思。下一场学生运动还是这样，你看看香港的学生运动，
有没有进步？有进步。进步的原因是因为他反思了6·4吗？当然不是，因为整个社会在进步，他整个社会在进步，这些学生随着社会进步也在进步。还有一个，他面对的是特区政府，不是中共啊，还是有区别的。那你要碰到中共试试，你们让香港的学生跑到北京去搞场学运试试，你看看会不会比8964好多少？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根本不值得讨论，说让学生反思。我今天我跟我太太说这个事情，我气得我够呛。昨天，拜托，他们被人用枪打，用坦克样，你让他们去反思，什么情况？你是我讲句不好听的话，你是被人打死了，还要去检讨一下你的死的姿态、死的这个姿势对不对嘛？你什么情况啊？那不神经病嘛？我都真的要骂脏话了啊！真的是那几个讨论这些问题的人，要么一脑子屎，要么就是别有用心，混蛋一个啊！讲这种让学生去反思，那神经病啊！真的是。你去那马路上给别人一枪打死，然后你就啊，你也不能你也不是完全没有错啊，你出现在这个地方，死在这里一地弄一地血，不行吧？你得反思一下，你神经病真的是啊，气得我手还发抖。好，到哪儿啊？啊，聊天室提问啊。情况今天6·4节目当中有网友提醒，广州有几个染病的是打过中国疫苗，所以疫苗效果存疑。这是有结论的。观点：这次广州疫苗爆发应该与5·1期间大规模聚集有直接关系，说明病毒就在周围，疫情效果不大。情况现在国内鼓励大家打第3针，鼓吹打第3针是2针数倍的防疫效果，你不一口气打5针呢？真是用来掩盖国产疫苗的作用不大。情况我们安庆市区人民路步行街昨天发生砍人事件，目前已经有5人死亡，15人受伤。哇，这个人很厉害，这为什么啊？就一个人砍的吗？怎么砍这么多人？20个人死伤，公安部已经派调查组下来。OK， 情况周5、6、4单位组织我们看红色电影，里面台词：为什么你们会为了信仰放弃财富和青春？国民党连小女孩都放过，一定会失败。我心里想，这不就是黎智英和周庭吗？这些洗脑对于已经清醒的人来说，反而是自己打脸。OK， 提问：王老师你好，我非常不明白一点，为啥国人都喜欢遮遮掩掩？身为曾经的媒体人，我非常清楚国内的新闻审查制度，之前的广播电视和报纸，到现在管控互联网，以至于现在全国每个县市都有融媒中心，一群本该淘汰的媒体人员在那里做所谓的舆情监控，其实就是扮演舆论警察的角色。现在舆情这么严重，还遮遮掩掩，不能实时的公布吗？就是不能就是不让你知道真相。刚才说砍人怎么能说他那么厉害呢？我不是说他厉害，我是说这件事情很厉害，就是厉害不一定是说他很勇猛的意思，是厉害其实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严重的意思啊。我解释一下啊，我们后台给我提建议啊。好，我知道了啊。观点：中国疫情出现反复是符合逻辑和常识的。一来，这种疫情比厉害国还厉害；二来，强国人普遍放松防疫意识，不戴口罩随时可见。最关键的是，强国政府习惯隐瞒，民众永远没有真相。OK， 提问：6·4前，李鹏和学生代表对话视频，下边评论说学生像地痞翘二郎腿，说话车轱辘话。我认为他们是作为当年的大学生，也是学生代表，应该是出类拔萃的。言谈举止现在看，作为一个伸张正义的
为国为民正义凛然的一方不太如人意，请问王先生怎么看？你觉得有意思吗？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吗？你觉得呢？为什么要去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他头发是不是太长？他衣服是不是太久没洗？他讲话的那个口吻是不是不够尊敬？他的用词是不准确？为什么要去挑剔学生呢？我问你，为什么要去挑剔学生呢？你为什么不挑剔那个李鹏呢？去挑剔学生呢？你说说看，你用意是什么？用意何在？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观点，昨天王老师批评了周孝正对于6·4的看法，感觉批判的相当好。我自己反思了一下，为什么周会做出这样的评论？我认为，即使是周已经来了美国，但他依然没有摆脱长期在体制内的影响。与共产党一样，他用的是一种以结果为重的功利主义看待问题。所以，当反思6·4的时候，他只注重运动失败这个结果，反而把反思的重点放在事件运动主体，也就是学生的错误上，同时也就很容易忽略事情的本质，一场学生民主运动。我觉得周孝正不是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我认为他就是别有用心。他能不知道吗？他读那么多书，做那么多学问，这么简单的事情，这是一场学生运动，他不知道吗？他很清楚吧？你看看他那副嘴脸，讲出来的话，我就认为他是别有用心，没有别的。要么他就是屎，你脑子屎，你脑子屎，你读那么多书，做那么多学问啊。情绪和家人提6·4，总结3句话：不知道什么是6·4，少看这点，哪天给你抓起来。没本事出国就闭嘴。情况我在深圳，今天一早接到街道办电话，先是问我2到3月份有没有去过广州，我说没有，他说系统显示我近期去过广州，一会儿有人上来给我做核酸检测。 OK， 这就是什么？这就叫数码集权啊！观点：将帅无能，只能掩盖，累死三军，饿死百姓。就好像当年的日本海军被美大败于中途岛，4艘航母全部被美军击沉，全员下封口令，不让日本人民知道战败，还加强鼓吹民族主义，宁为全民玉碎，也不让美军登陆日本，结果导致美国使用原子弹。现今中国人民也是如此，党说人民是铜墙铁壁，即使少部分人翻墙知道真相，也无法在墙内传播真相，真心担心历史重演。日本不是败了吗？对吗？日本最终还是败了呀。情况今天最大的新闻应该是美军运输机降落台湾，苏利文等3名参议员访台，烦请美西后台推送，让王老师知道，告诉大家，美台中关系有重大变化。OK， 美国军用运输机运载3名参议员，今天上午7点半抵达台湾，越战以来首次有美军运输机抵台，美台中关系已经彻底改变。OK， 这是大新闻，这是特大新闻。美军的运输机到了台湾，而且带来了3名参议员。观点：中国大陆现在也陷入有效疫苗荒。WHO 没有国药和科兴的变种病毒报告。从已经施打中国产的疫苗超过40%的乌拉圭、巴林、塞舌尔、智利来看，这些国家确诊都创新高。广州封城也可以看出中国国产疫苗效能堪忧。这个礼拜广州停打疫苗，但可笑的是，上海复星宁愿拿 BNT 疫苗钓鱼台湾人，也不愿意把这批救命疫苗送给台湾人、广州人使用。中共把政治目的看得比人民重要，两岸百姓都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我都讲过，人民对中共来说就是耗材啊。情绪今年初跟朋友聊天，全是感谢政府，感谢党。
全都是觉得政府搞疫苗抗疫很成功，感谢武汉人民的牺牲。我问怎么感谢，他说在群里喊加油，还说得很惭愧，没法去现场支援。我说一家一家的死去的人，你怎么感谢的？不吱声了，翻来覆去说政府做得好。他说要是他全家要是被封才好，可惜政府做得太好了，不封他强。现在轮到广州，这帮人是不是封他一次，被社会主义铁拳打他一次是太可惜了。为什么要跟网友讨论国内的网友讨论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真的不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你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假的，对吗？什么情况？所以他跟你讲这些，也许他在演戏呢，他也许觉得他的电话不安全，这里面有很多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在我们的讨论区再来讲这种情况，好不好？因为我真的不觉得大家需要跟国内的亲友讨论这些问题，因为这种问题没法讨论，你不知道他的处境是怎样，对吗？所以尽量的不要跟他们讨论，你会让他们没有办法说一些情况。也许他是真的是粉红，他如果是真粉红，你更没有必要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对吗？情况，美国福克斯新闻当家主播卡尔森3日通过推特爆料，美国情报界人士透露，史上最高级别中共叛逃者已经与国防情报局合作3个月，向美方透露关于中共生物武器计划等消息。这个消息同时也获得曾经获美国艾美奖记者豪斯利核实。我不相信，没有人会把真正的新闻在推特上播放，一定是在新闻机构里播报。我不相信，大家请不要用这种方式来传播这种消息，好吗？醒醒吧，什么意思？9191万党员乘以3，不知道。王老师你好，一直有个问题困扰，64主要参与者大多是50后和60后，现在部分人已经50以上，而接下来80后和90后被中共洗脑，认为64是反革命暴乱，中共是不是等64参与者渐渐老去，64就这样被遗忘？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么想。情况，我在加拿大参加教会的 Zoom 聚会1年半，每次都很顺利，声音图像顺畅。今天开头我问大家，昨天纪念64了吗？几句话以后没有声音了。后来我退出会议，重新又有声音，一会儿又没有声音，半个晚上都是偶尔有声音，通常没有声音，进出几次都这样。后来我不得不告辞，不进去了。Zoom 啊。观点，我的退休同事认为中共又进步又有未来，我不想听这样的话。观点，大学要毕业证就要签毕业灵活方式就业证明才能给毕业证，随便找个企业盖个章就算就业了，这是弄虚作假。最新情况，朋友打完疫苗后单侧耳朵突然失灵，右耳听力下降，去医院查问打过疫苗吗？朋友说打过，之后医生都沉默了，不止一家3甲医院这种情况啊，这个严重了，这个后果。观点，王老师你好，我是在澳洲的留学生，16岁来读的高中，今年22岁马上毕业了，纠结是否要留在这里，但又割舍不下国内的家人。没有人可以给你建议啊。明谢 TT 谢谢，10月天谢谢，魏江谢谢，老了王谢谢，王先生是真金不怕火炼，祝王先生和大家周末愉快，谢谢。JTL 谢谢，愿疫情早日结束，愿中国早日自由，谢谢。Helen 谢谢， Sean S 谢谢，小小谢谢，王先生骂得好。Ray C 谢谢， Jackie 夏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